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图苏。近些年来，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感到十分有压力，对中国进行各种制裁措施，以期待压制中国发展，使得美国的霸权得以延续。而美国的压制却让中国更加下定了决心，不想受制于人，必然要大力发展自己。于是，中美之间也就开始形成了一种对抗。那么，这种对抗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？对此，世界上就有不少专业人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比如，美国兰德公司对中美对抗的发展结论预测是，到2050年止，中国的发展只会是自我崩溃、勉强挣扎、负重前行、全面胜利这4种结局。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负重前行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兰德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，被誉为现代智囊以及超级军事学院，是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，所以兰德在美国是一家相当权威的机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关于中美对抗这件事上，不仅仅是兰德有表示，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表示在所有的发展预测结果中，中国全面失败是最不可能出现的结果。在中美对抗中，为什么各个专业机构都不太看好美国，认为中国的胜算更大呢？首先，从军事发展上来看，美国的军事近些年研制进步确实不大，很多装备都是早年研制的，比如美国的5代机 F-22梦旗40多年前研制的，20年前的装备。虽然美国后来研制了5代机 F-35，但是从性能等各个方面来看都不如 F-22。还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，40年前的装备到去年才传出消息要更新。而且这在美国内部其实并不少见。当然了，也可以说美国军事技术足以支持他们不需要更换新装备，但是不进步就是退步。龟兔赛跑的故事都知道吧？兔子是跑不赢吗？恰恰相反，兔子的自傲才是他输的关键。而美国很显然就犯了这个错误。目前虽然积极补救，以制裁手段来压制对手，但是终究是没有意义的。再加上美国管得比大海还要宽，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都能看见美国的身影，这一点也是严重拖了美国的后腿。反观是中国，在美国停滞不前的时候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稳步向前，最终终于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5代机，并且在导弹、航母、坦克、无人机、战机等众多军事装备上都有极为突出的表现。虽然不能说比美国强大，但是弱也弱不到哪里去，甚至高超音速武器上已经有了超过美国的势头。而现在中国在装备上的更新换代，美国这一点也是无法相较的。其次，从经济上来说，美国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受损严重，直到2010年方才恢复到2.6%的增长。就此之后，美国经济的增长就一直徘徊在1.6%到2.6%之间。今年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打击，而美国的疫情到现在依然十分严重，毫无得到控制的现象。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，毕竟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而分析人士就对此表示，美国的疫情很有可能在2021年都得不到恢复，甚至直到2022年都会有影响。而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其崛起的一大特征，并且在新冠疫情中虽然受到了影响，但是在疫情得到控制后，经济也已经开始恢复，保持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幅度在5%，这也完全是可以期待的。再则，中国在科技发展领域中曾数次超过美国，不管是在量子科技领域，还是在航空航天领域、人工智能，亦或者5G 领域中，中国要么直接超过了美国，要么就是与美国并驾齐驱。而中国目前在科技领域重要发展目标就是航天发动机以及芯片，这完全是得益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，让中国充分的认识到靠人不如靠己。虽然还依然有着一大部分的科技无法追上美国，但是科技虽然困难，却不会是过不去的坎儿。要知道，中国从0起步都过来了，还会怕眼前的一点点困难吗？最后还要提到新冠疫情了，这在全球范围内席卷的病毒，对各国的危害都十分严重，所以在中美对抗的事情中，专业人士也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列举，主要就是为了表示，如果不能好好的控制新冠疫情，一旦疫情卷土重来，必然影响最终的结果，并且还会在世界上降低影响力。所以目前各国也都在研制相关疫苗，而最后就要看谁可以第一个成功了。目前世界上总共是10支疫苗，美国有2支，其中强森才刚刚开始进入测试，无法参考。另一支虽然也在进行3期实验，但是成不成功，目前还无法判断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已经有了4种疫苗，并且从7月起就陆陆续续从国外开始进行3期实验。目前还没有相关消息透露出实验结果，但是在中国国内其实已经进行过疫苗接种了，且没有发现严重的副作用，所以相对美国来说，中国在这里的胜率其实是很大的。从以上4个方面来看，虽然中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，但是绝对是未来可期。基本上只要中国在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，中国就不会是输家。
再加上美国近些年一直都在消耗国际信誉，这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一大失态之处。所以美国的权威机构也大多数更看好中国，不看好美国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